文豪，你要不要坐红椅子上边？啊？你坐那红椅子，你坐在那个椅子上。把绳绑上。啊，你好。坐那椅子，然后发表你的。枪好，这样抵着他的头。来吧。我先提个问题。没事。就一定得有一个人跳脱出来，作为局外。小江，你多想想。不是还是导演中心制吗？这不。你多想想。这谁的呀？不知道，我拿一根抽。谁的？是你的吗？我的。我抽一个。他不是完全的导演中心制，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人来扮演导演这个，完成这个导演这个人的身份。这个再不喜欢这个角色，就总有人要干这个活。对你一定还是得要一个有这个身份的人去做这个事儿。这不是导演有，咱说之前有公识嘛，说这个导演啊是大家需要他存在的时候他才存在。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他的存在。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因为戏就是这么排的。开始了，好不容易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罗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羊肉香肠、什锦套餐、麻酥油饺、卤煮寒鸭、六鲜蘑、六鱼腐、六鱼肚、六鱼骨、六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烩鸡蛋、炒金鱼、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煎鸡个、炒面鱼、香芦笋、腐肉也很吃。换一个，我们应该每个人对这个讲个段子。牛逼！讲个段子。他一会儿让我们先演，就你们第一段演着机器来的时候就马上对机器说话，纸牌屋。说啥呀？那就看你了，随便说，随便就你说哪一段词的时候，他正好来你就正好说。今晚别睡太死，而且不能打磕板，因为在地方下。今晚别睡太死。我其实看完的感受是有点唏嘘的。我讲不太好，但是我挺唏嘘的。我觉得这里面就不同的角色塑造的角色跟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关系，你又跟他的关系，他跟他的关系，这个各种关系都有点唏嘘，又有点有意思。不过画面就是一段一段都很有意思。闭嘴吧，演完了。演完了，我爱你们。这就演完了，好羡慕。OK， 谢谢。所以呢，该第二幕了。第二幕的人呢，快来呀！是谁的麦给？演着演着就对镜头说两句话，知道吧？谁的麦？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谁的麦？你们对镜头说话了吗？谁的麦？你们对镜头说话了吗？对呀，你们要对镜头说话。说了。说啥呀？说啥呀？这不现在就在说吗？你在干嘛？我在演戏啊。你为什么要来啊？我也不知道。哎，我不好说。我不好说。我操！他让我来这儿的。接词儿啊，那个。现在拿一个镜头照我不舒服，是在窥视我。我讨厌这种谢谢。收人了。哦，对，收回人了。对，收回人了。我鄙视你，我不愤。表演啊，说实话让我挺舒服的，没有让我不舒服。如果我是观众，我看我还很舒服的，我觉得很丝滑，演得很丝滑，让我真的说不舒服。其实，如果真是他这个实打实表演，就是钝嘛。正面还是反面，我总是分不清的。整个甚至词都不会那么连贯，然后整个交流都费事，这是沟通。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得想一想，然后这是实打实的表演。我有问题吗？我没演好，就是我没真听真看真感受，我没下功夫，我把专业丢了，就我的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就欠骂。
没人骂我，特觉得特不羞愧，就该骂骂。对你刚才说的还是你的表现嘛，我就想问，为什么会是这个表现呢？就是他死了，这个作品就拿得出手了，我们就出名了。慢着，他还没给我们起名字，我在剧本里的名字叫1号，你呢？我是2号。希望你对你自己的人生也是这个态度，还是快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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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懒的背后是什么？我演的时候懒了，懒的背后事儿多呀，我得出去挣钱呢。那你还来干嘛呢？啊？那你还来这儿演干嘛？他让我来的，人家他让你来就来啊，他就觉得他让你来你就来啊。对，我爱他。你那么亲密，我爱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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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他是因为你觉得他跟你像吗？哦，他不跟我像，我就爱他，爱没理由。爱有什么理由？这是实打实的表演，就真是全现实主义了。但是表演难的，表演真生活也不好啊。表演生活高一点嘛。表演太生活就不好。不好。就是说比生活再高一点，更那个一点的话，这个还是风格化的丝滑的表演，让我看着很舒服，我很享受，我很享受。你是不是想去 KTV 了？要不要我给你喊个摸摸唱？给你喊个摸摸唱，体验一下怎么样？干嘛这下人干嘛呢？没人排啊！来，大的要来了！什么？今晚别睡太死。干嘛？开戏了？为什么？因为大的要来了。大的代表什么？什么？我不好说。打光。我操！我吃过人要来了。啊！确定我们要在这儿等吗？我的麦没有给我。公司。有一个。哪里的学校啊？像是城。没看到学生。这里像是学校。为什么说像？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咱们别聊政治了，这部戏已经够烂了。你吃过人肉吗？你说的清场好吗？又是道路又是方向，我只知道2条路，向左向右。问题是，大的该来了。你吃过人肉吗？没有。你昨天自信都去哪儿了？昨天你可不是这样的。我来的时候，你指着角落说往里走，自己拿。我一定要等到他来为止。可我要的烟就在你面前的柜台上。对不起，这是我的失职，我下次会做好的。有的人啊，自以为掌控了一切，却连人肉什么味道都没吃过。你吃过人肉吗？吃过吗？我也没吃过。但是你能嘲笑我吗？你不能嘲笑我，因为我敢告诉你，我想吃人肉，而总有一天你连想都不敢想，你想的东西你都不敢说出来。昨天我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借词儿。你埋着头做自己的事情，笑不出来。指着角落说往里走，自己拿。我说的笑话不好笑吗？烟就在你面前的柜台上。对不起，这是我的失职，我以后会做好的。有些人有这么好笑吗？你掌握了一切，别开枪，钱全都在那儿了。快递给您放这儿了。我说的笑话不好笑吗？你要我干的，我都干了。
钱也给你放在那里了，你可以走了吧？发自内心的觉得我是个劫匪，你竟然觉得我是个劫匪？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你是在跟我说话吗？Are you fucking talking to me？ 喂，抱歉，抱歉。被人理解实在是太难了。我以为你知道，我每天绕那么远的路来到你这儿，啊，偏偏在你在的时候。对，我之前看到过你，可你却不知道我买的什么烟。我，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对吗？我的爱慕全都在这里，而你却不知道。我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你的重视。被人重视实在是太难了。说来奇怪，我的尊严在手里，我的思想在子弹里。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是一类人？我拿柜台里钱的时候，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钱。你每天上班下班打卡，来得比老板晚了一整天，都提心吊胆。我可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上班是你的命，你的命在老板手里。我们本是同一物种，有的人却成了我们的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实在太遗憾了，我只能把我的思想射到你的脑子里。下辈子你会理解。我想说，如果我们俩的角色互换，我会毫不犹豫地求你开枪的。再见。然后我就死了。好，配幕，下一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不说，下边还有机会。麦克风啊，麦克风。来，说的留到下一幕去说。不是边演边说吗？随便说，随便说，让姐开吧。你在看着我吗？你觉得现在镜头里的我美吗？但是其实，这是一张很虚假的脸。我可以把我的妆都卸掉。一直以来都是我去找事情，但是表演要立马进去，出来就出来，一把进去再出来。哦。我受够了那些想要劝我离开这里的人。啊。麦。麦。冰山第一幕，没有音乐，即兴表演。我知道你在家，你再不还钱，我就跟你邻居说，去你单位，让你同事都知道，你听见了吗？哦，真他妈服了，3000块钱的事你磨磨唧唧，你成不了事儿了，你完了，我操你妈！这也太刺眼了。
这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你脑子里是有音乐的吗？哪个曲子呀？如果在这舞台自然而然放大了，自然而然的什么，它会自然不可名状。啊！没有，就有一些在这一块，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滩水一样，就是烂在这儿，腐化了。就自然水这个东西，水你还是想太干净，多走几步，臭泥，百变怪，这多少还是要多走。提一嘴哈，就是它处在一个泥泞的状态，是一种难以慷慨赴死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可以幻想说，我们与严酷的老板是一个，怎么说？嗨奴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老板是一主人，啪啪整天抽你啊，这种不是，而是说他是通过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去改变你的认知，他就觉得你的认知是错误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呢，男主角他觉得一方面觉得这周边的这些人对他其实还可以，但是他为什么总觉得骨子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就是有点不对呢？但是这种不对，他就在痒着，一直在挠他，一直在抠他。在舞台上看到的他男主所有的表演，他只要是在自己家里的，全部都是他内心的外放化表演。也就是说，你如果在真正在现实中看到他哦，他其实就是坐在这儿，就这样。这也太他妈黑了。正面还是反面，我总是分不清的。大家都乐于看正面，某天正面的人犯了错误，反面的人就开始狂欢。当反面的人犯错时，正面亦然。我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好像一拨人在这儿，一个人在这儿，然后一个人在这儿，就甚至说是那种就是他完全不能找到一个能从头至尾统一的一个调，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其实我之前上台之前，我自己都不敢演了。这实话实说，当时上台前2天，我就跟编剧说，我说我不敢演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有史以来演过最差劲、最烂的东西了。实话实说，真的，反正我是对我自己的表演是很不满意。我多希望他们跟你一样，只有一面，只能看到自己。在水泥丛林中苟且，限制了人们的思考。一个人一天能消耗的精力有10分，工作需要消耗5分，与旁人打交道需要3分，剩下2分浪费在了娱乐上。我省去了这些琐碎，我甚至打算辞去这份虚伪的工作。薛江，问你个问题，那个你会在舞台上有反应吗？你觉得呢？我猜啊，你觉得在舞台上有反应是能发生的事情吗？我觉得可以发生的，一见到你就萎了。你是在跟我说话？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抱歉。被人理解实在是太难了。我以为你知道，我每天绕那么远的路来你这里，偏偏是你上班的时候。我之前见到过你，可你却不知道我抽的什么烟。我，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对吗？我的爱全部都在这里了，而你却不知道。我太忙了。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你的重视。被人重视实在是太难了。他是编剧，他脑子里全是水。
哎，楼上的，你换一首行不行？你会巴赫吗？别谈肖邦了，浪漫主义亡了。哎，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傻逼！我操！不齐，3、2、1，傻逼！这帮艺术家总是这样，不肯认清现实，又不肯去死，这让我很难办啊！这浪漫主义不能当饭吃。如果可以，我们大可在幻想的高潮里结束这一辈子。不过，艺术创作嘛，无可厚非。但谁叫我不爱听呢？烟没了。就，谢谢啊。白点这包烟。有烟了，现在不能抽。剧场禁止吸烟。还有个打火机呢。现在烟在你手里了，能抽不抽只能看你了。我又能见到他了，我很喜欢他，虽然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但我知道的是他一定是可爱的。每天我从窗户看出去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忙碌着。冬天的时候，他会围着一条鲜红色的围巾，头发压在围巾里面，显得很温顺。夏天的时候，他的汗水会沾湿他的刘海，忙碌的他都没有时间去整理一下。但这样却是最真实的、最美的。我很喜欢他，我认为这是我的爱情。我不喜欢以前那个喜欢我的人，你们知道吧？他总是笑嘻嘻的，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我说，萨里，我现在是一个社会学家了，我看到了这个社会不好的一面。哎，你看我裙子好看吗？可是我们都活在谎言之中。我们明天去逛街吧，我要买更多更好看的裙子。萨里，你真的了解我的内心吗？我当然了解你了。怎么样，去不去？萨里，你就是个傻逼。看，如果我跟他这样的人上床的话，我是说情定终身，这肯定会是个悲剧。骂你傻逼！妈傻逼！你明天下午有空吗？听说最近有个挺好看的电影。哦，没有那么。不行，太唐突了，想一想。哎，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啊，真是好听的名字。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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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我觉得你很眼熟。从形象上。太老套了，我还是即兴演出吧，我不想被这些台词束缚。你刚才吃了好久，让我穿那个运动服。冰山第2幕，没有灯光音效，什么也没有，即兴表演。知道的意思了。没有秋衣秋裤，太冷了。我不在深海里，我在冰川里。我感觉我与这个剧场格格不入，仿佛漫游在深海里。哎，巧了，深海里也有霓虹灯，海洋生物们就用灯光来捕食。海洋就像这个剧场，越往深处走，人烟越稀少。都巨深。假装这里有个人。这是还有人会试。我拿包烟。那个，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明天下午有空吗？哦，没空啊。那什么时候有空呢？
哦，什么时候都没空。你就是我的灯。哎，你怎么能这么跟顾客说话呢？顾客就是你的上帝。现在上帝想知道你的名字，你敢不说吗？你敢吗？我就想知道你的名字，就这么难吗？多开几个，全开了。你躲在下面干什么？我是个劫匪，你觉得我是个劫匪？你在跟我说话？你在跟我说话？火机不见了，搁这儿吗？会不会抽烟？平时抽不抽？你管啊？老鼠编剧。哎，8块钱的烟，他竟然只找了我1块钱。尊严就值1块钱。或许他早就知道自己灵魂的价格了。我要是跟他一样，我就去投诉他。可是我不会。这个戏最适合的演出场所就是在，不应该在这样的剧场里，它就应该在某种下水道里边，就是还有老鼠在旁边窜来窜去的，大家都坐一排，就跟那看这个烂戏，我操！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剧本写得太萌了，写得太萌了，太年轻了，太可爱了。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言语，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在，他就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剧本，就是一种很萌的，我在手机上没有刷到那种东西。像 QQ 空间。对，像 QQ 空间，就是那种东西。所以我会让我时不时忍不住就想笑，然后这种也不会让我进到，我总感觉是一种。编剧的脑子里就全是一些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些东西。编剧上来打人，他永远不知道如何表达他想表达的事物。你要是觉得这个剧不好，你就自己努力当编剧、当导演，而不是一味的谩骂。他急眼了，懂不懂？急了，他急了，你不能说中国足球不好，你应该上去批。你不能说观众不好。扯急了，你怂了。还有个，对，我想的也不能。不得不同啊，还有闹混乱，就用一个。但是不是问题2个都在录？录呗，你也罢。那个哪个？另外一个麦在哪？那坏了，你给他们都听下来了。完了，刚才说了很多，完了，回了。没事，接着演。你觉得这个戏烂，你就来建设它。你加他急了，我不加，我不说。你觉得这个戏烂，你就来建设它，而不是一味的逃离。拍到我的烟了，剧场禁止吸烟啊！这个马赛克里啊。你又不会抽道具。对啊，道具，但真。对啊，你要抽，你那意图嘛，心中无烟，手上也无烟，你懂不懂？欢迎大家1月1号来望京的一栋充满赛博朋克气息的小破楼里看我们的演出。祝我们共度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泡死的，然后这个戏呢，确实也是完成度是，在我心里是达不到及格线的。
它完成度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包括表演啊、灯光、舞美啊、各种衔接啊。所以这个戏，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创作的一个作品，就没有导演，也没有舞台监督，就很多环节，其实我们有各种各样无数的失误。看来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能不能察觉出来。快接力了！快！不到第3幕了。第3幕什么？不是我的，同事的。啊，3幕。同事吧？有我1、2，有我。给我3，对，1、2。有我，操，忘了你。对，有词。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该批评还是批评，就没有这么演戏的，也没有这么排戏的。这个戏，我们演员来了之后都不认识，然后排了21天。就一个21天排的东西，怎么可能上台演出呢？就光有真诚是不可以的。我们最后，我觉得21天够长。我们，你知道我今天送的是什么吗？内衣。怎么了？你偷拆来看了？你不怕投诉啊？哎呀，我看上面写着我就拆了。再说了，这种快递破损这种事儿呀，谁都没法说。你别这样，你跟他女朋友似的，你好好的。我离他麦近点。你能收到。人以为咱这就有少数群体，那是怎么着？给咱同情。你歧视少数群体。我没有歧视少数群体。你干什么？群体。我说。把你叫上。这个。不带说人。呸！恶心！有人想蒙住我们的眼，有人想捂住我们的嘴。你们是少数群体吗？但我为少数群体发声，我为他战斗一辈子。世界和平，我愤慨，我见到你这种人。你们对少数群体什么意见？刚才那是个让步啊，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感觉整个是飘的呢？我确实飘了，就是咋回事呢？去哪飘了？就是整个就感觉魂飞魄散、魂游天外那种感觉。这个我的问题，因为我在读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对这个同事1啊，我就不太喜欢他啊。当然了，为什么要演同事2我就不喜欢他，而且我也没往里钻，而且我是排的时间也少，对啊，而且我排的时候又懒散，我来一来看你还在看剧本，我都震惊了。不是，那个是我设计好的，那是小设计，就是我是剧本的拥有者啊，这是小设计，这不是我没吓我一跳，词儿还没记熟。这是我的小设计，就是故意让你们误会的啊。但是飘我是觉得确实演的不太好，因为我在弄这个剧的时候，亲没潜下来。就是演员功课没做到位。我的感觉就是你演得不好，在 B 站上看见那个戏，是自己的戏，自己很喜欢这个戏，你看不上，所以飘。不，没，就是那个是那个，这个就是我自己功课没做好，就是我有问题嘛，我没演好，就是我没真听真看真感受，我没下功夫，我把专业丢了，就我的问题，全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就欠骂，就是没人骂我特觉得特不好，特羞愧。对，该骂骂。对你刚才说的还是你的表现嘛，我就想问，为什么会是这个表现呢？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懒了。懒的背后是什么？我演的时候懒了。懒的背后。事儿多呀，我得出去挣钱呢。那你还来干嘛呢？啊？那你还来这儿演干嘛？他让我来的，人家他让你来就来啊。他就觉得他让你来你就来啊。对，我爱他。你那么听话。我爱他。你爱他是因为你觉得他跟你像吗？哦，他不跟我像，我就爱他，爱没理由。我是理想主义者。我是浪漫主义者。不要喊口号，这都录。白左气息很浓厚啊！不要喊口号。接着啊，对到哪儿了？哎呀，快递破损这种事儿呀，谁都没法说。我拿着那个内衣呀，我就闻，啊，那仿佛像是被穿过了一样。我尽量在上面留下我的味道，这样女孩下次穿的时候，她就能够想到我。见面的时候，她就会爱上我。哎，我操，你真他妈恶心！单身2年了，你就体谅体谅我吧。再说了，哎，
我该说啥来着？词儿了。再说了，你那点工资啊，都不够。再说了，我这点工资呀都不够请女孩喝杯酒了呢。那是，你他妈都自己喝了。哎，没跟你开玩笑啊，我给你算算。跟女孩出去约会，你总不能让人家掏钱吧？约好了，聊好了，你得同居吧？同居，你房子得租大点的吧？聊好了，同居了。之后呢，结婚，对，结婚你得有彩礼吧？对，婚后呢，房子、车子、户口，孩子上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学专业，我俩养老金。墓地，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到约会那一步就想到墓地，真他妈够臭，我是没想到的。也是了，你单身2年了，你急了。我急什么呀？这儿还有一个27年的老处男呢，是吧？啊，他还没急呢，这不到现在也一直单着呢。哎，送下午的了吧，差不多。啊，也是啊。哎，对了，从你那个货里面呀，给我挑几个女孩出来，我帮你送了。就当给我交对象了。要是成了的话，份子钱我给你免了。别给我整人妖啊！我去，滚吧你！小谁？那小谁？我们先走了。走啊！走！小谁？来了。垮掉，多硬的！不是你们垮掉，是我们摄影垮掉。对，摄影垮掉了。怎么了？没录好吗？摄影不在，这个没有关系。来下一场，下场是我们了吗？但是这一场没有拍上哎。还录吗？再录吗？再录吗？这一场没有拍上。这就是意外嘛。就刚才这一场整个都没拍。拍了一半，后半段。哇哦，好刺激哦！那就重来。那就卡了，下一个吧。哇哦！因为他到时候剪也不会全剪。对，要素材是吧？对。那要等那个核发回来再继续吗？等一下。行，等他一下吧。我还有一段词没录完，然后再到老板的。只要那个额外的部分，不要戏的部分。那我们还演什么戏啊？不演戏了。为什么不演呢？演你们排啊。不是，你不是说要额外的部分吗？你不会以为说最后要把整个戏全部剪出来发出去吧？对啊，就是你们不就是主要剪的是，比如说沾一点戏，然后只要中间那些就戏外的那些东西，要的是那些。但是你们要在戏里。对啊，就是我刚才那么说着演我们的演戏。对，就是。那这样吧，我觉得那其实。可以缩短每个。对，就是摘几个片段，别从头到尾连了，就没时间了，就摘几个片段，就每一个演员都来一次，每一个人都出镜一次，然后说几句话，这样就能把这个东西弄拍完了。咱俩怎么样？拍一些自己觉得经典的那一幕，不要。比如说你现在你选几个片段，可能沾一点戏剧的，沾一点戏的，然后也有戏外的。咱俩都有，咱俩全部戏剧的部分，对吧？我都要就继续吧，连排都要继续，快走，快，顺便连排，快，效率快，哎，就是我们非常快的把它排完之后，那也撑死1个半啊，对吧？那不也才到？那来吧，我的词啊，呸！啊，太恶心了！如果我活成他的样子，我会把自己给……早该死。观众大概这么近，观众这么近，来，观众就这么近，看我一脸啊！我跟你讲，以这样肤浅的方式，不是什么词儿，你们把我的词儿给打断了。以这种观众一进就忘词儿，以这种浅薄的方式建立关系，无疑是在侮辱爱情。频繁的相遇，敷衍的表白，草率的结婚，甚至为了一次意外而结婚，只为了能让这个意外顺利降生，他就应该被抓起来。我告诉你，可是我跟他不一样，告密这种事儿哪儿不一样？只有他这样的人会做。我最烦别人碰我的肩膀。我完了。
他们欺负我，我最烦别人碰我肩膀。怎么还不回来呢？肩膀来了，碰你肩膀来了。bro。那谁，你，老板让你去一趟。我去找老板了。这个本子确实它存在很多的一些逻辑上面的一些东西，包括有的台词，就我刚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就很多台词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就是很多台词我可能前2-3天之前我那会儿我还没明白到底写的是个啥意思，然后就慢慢合理嘛，就慢慢自己给自己合理化，然后就那样的去创作，然后我觉得就我们这几个演员其实还都是挺认真的，就是你倒是坐呀。哎，我说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病啊？精神疾病啊，谈不上，但多少沾点儿。他这种人啊，说100%危害社会，那可能冤枉他；但说90%会干坏事儿，那肯定是不够的。哎。2个麦，举你，采访，说话吧。什么烂戏？这他妈谁写的？我不好说。来说2句。老板来了，到我了，上。快点儿，来吧。老板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被剥削者。剥削什么？我他妈就想问剥削什么了，说一下，对吧？给你钱了，他妈的让你给了你个工作，给了你个钱，剥削你什么了？你不是按劳动挣钱吗？老板，剥削什么了？对吧？我剥削什么了？无病呻吟。对吧？无病呻吟嘛，对吧？他剥削什么了？我剥削他什么了？有钱挣吗？金良心你见过你，他剥削你什么了？有钱挣吗？有工作吗？这首歌怎么唱来着？什么？这个国际歌怎么唱来着？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不敢唱啊，可不敢唱。来录起来，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是起来饥寒。哦，起来，饥寒。我来帮你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我只是不想像猪一样被圈养着活着，等待着被宰杀。我甚至觉得我还不如一头猪。猪可以吃了睡，睡了吃，什么都不用想，而我还得受人剥削。
在我不知道我是那种猪的时候，我可以像猪一样吃、睡、工作，什么都不用想。可我一旦知道自己最终的命运，我就该反抗。没有什么理想，就单纯的为我的利益反抗。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为真理而斗争。大家好，我要跟这3个人。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唱吗？没关系的。我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太阳》。我们4个人，我叫太不能。听说你最近心态放的不是很正，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干扰了你的情绪？没事儿，说就行了。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帮助。太欢迎了。毕竟你刚来，融入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不用，我摊牌了。你让我们每天重复这些机械工作，让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无限重复的工作，为什么不让机器直接代替啊？那我也没办法呀，你总不能什么事都让机器去做吧？老板，从毕业起我就在咱们公司，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还有救，他们都被金钱腐蚀了。老板，你知道吗？10%的人掌握了整个社会90%的资源，到我们这些人手里只剩这么点儿。你竟然还要为他们开脱？要吃饭的嘛。你看，从前是种地收粮，现在都不用这么辛苦了，只需要牺牲一下小小的人格就能吃饱。你怎么就不肯低一下头呢？知道我为什么融不进去吗？那帮人每天沉迷于碎片化的短暂娱乐之中，工作之余就是一头扎进短视频中，不可自拔，为那些资本家们贡献流量。更可笑的是，他们连辨别自己是否沉溺于……我操，怎么忘词了？更可笑的是，他们连辨别自己是否沉溺于劣质娱乐的能力都没有。我是说，如果没有吃过好的东西，就不知道自己的食物是粗劣的。那你想怎么样？那如果我在你的位置，我会做一次大清洗。我会在开会时播放一部小众的文艺电影，期间这个上厕所的呀、看手机的呀、打瞌睡的呀，通通开除。那样我连员工都没了。看着我的眼睛说，明白了，听到了吗？明白了。看着我的眼睛说，明白了。明白了。听到了吗？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到了吗？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吗？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吗？下一步了，下一步了。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吗？别他妈玩了！听到了，听到了。对不起，老板。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干嘛每天摆着一副臭脸？我没招你吧？他们也没招你吧？你说话呀！行，你爱说不说。你这都来了1周了，说话呀！还跟他们融不进去？我去找人事部。老板，我没这个意思。我寻思我每天都重复这些机械工作，有点无聊。我觉得自己像一机器，还不如用机器代替我呢。他这个想法真他妈好。那我不如用机器换了你呢？我要你干嘛？你这个办法，你知道我为什么用你吗？因为你比机器便宜。你一毕业我就让你来到我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为什么用你？因为我觉得你还有救。大部分年轻人都太飘了，眼高手低的。一毕业我就让你来到。你们是这个社会的根基，要是你们没有责任和担当，这个社会就垮了。你还想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你？你知道吗？你们是这个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且你们如果没有
你知道你为什么融不进去吗？这个社会就垮了。你看看他们，平常没事爱看短视频，工作之余要搞一些乱七八糟的，聊聊天，喝喝茶。你得学会融入集体。可是我不想沉溺于这种低劣的娱乐中。你看都没看，你说人低劣，你是有多高贵啊？啊？头呢？让他跟我摊牌，干还是不干？说句话。你他妈说话呀，干不干？干。以后跟我说话看着我的眼睛，让我知道你在跟我说话，明白了吗？明白了。那练来了。哎，这个，谢谢啊，正脸儿，你是得有多高？有点认不出来啊。王亮可是老实孩子，你别欺负他。是王亮，不听话就打。往哪干？我哪敢？就是演20多岁。这么多年呢，我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第一，扫自己的门前雪，不管他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影视剧是这样，有快进快出，很少有演员去干涉其他表演，所以我只管我自己。你做怎么样，我不会多说，大概会说1-2句。那所以我挑了这个角色就非常好，因为他是跳出的，他是男主的想法或者是幻觉或者这是一个。所以当时有人提出来，是谁提出来说演员不在一个平行线上那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每一场戏，我跟他是在一条线上。所以对整个剧没有导演，我也是能接受的，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没有一个人去把控没有一个人去平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次呢，也是因为影视剧参与，因为我参与了很多央视的剧，它有很多剧本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因为是历史人物说的。那么我们去演戏的时候，会把这些人就全部当做莎士比亚，不管他是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都要保证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在这个剧本上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人物动机是有问题的，台词是搭不上的，但是我不管，因为他是莎士比亚，所以一定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在竭尽我自己的全力，让他所有的话、所有的逻辑都是合理的，这个我也做到了。然后今天确实有失误，那么失误我在临场的时候也进行了更改了，也做到了。哦，你最后演到60多岁。我是秘书，村长秘书，官儿比较低，后来是省委书记。我都演到省委书记了。这女的把我甩了，自己出国了，最后我又回来，我又把她追回来了。我操，那么牛逼啊！这演的。我也我让你们这样读我。来的时候都说，公司是大家的，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到头来还不是他的吗？他们不会走路了，必须得每天在这儿指着那个天说，哎，我今天就要布莱希特，我今天就要斯坦尼，我今天是这个，我今天是那个，我今天是那个。你问题是，那些人已经死了，然后你为什么不按我的演呢？因为我还活着呢，你问我呀。说什么你赖以生存的地方正是你的公司，你什么样子，公司就什么样子。你觉得公司不好，就要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当领导，而不是一味的谩骂、抱怨，甚至讨好。举报不管，人家都不用我们的快递，快递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少，是我去偷拆人家包裹了。那他就是他是否在这个场地中发生的时候太干净了？就我可能会想象，如果这是一个老鼠待的地方，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地方要骚，然后要臭要脏，然后我们每个人又不能那么光鲜。而且我记得最开始，比如买票的时候，那个会问你是无产阶级吗？然后是哪一幕来着？第4幕嘛。群豪到哪一幕了？是我去偷拆人家包裹了。记不住顺序，完了。幕都忘了咋演。不演了。解散吧，解散，别录了，解散。说什么剧组这么不专业？解散。拿
这边。你这不有剧本吗？对，你们什么演员啊？第4幕了啊！赶紧的。下一个是大的概该哪个了？我那个独白。摸摸唱演了吗？去演了。摸摸唱。哎。哦，给你吧，我没啥钱，我不带了。啊，好，也行，带着吧。我可以帮你搭个话，你要是忘了的时候。没事。我帮你接词儿。站着说。我说，就是你说的这种爽，它就是看不懂步兵觉，它其实就是做了衔接的。它如果不做衔接，它不会觉得爽。哪怕你完全把耳朵堵上，你用眼睛看，你也能看进去。我觉得好看的，看着好看，就是爽，就是我说那个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能做成就是观众一看完之后生理不适的那种，这个方向靠虑。就是我是说好看嘛，就是我一直强调那个好看，就是好看，就好看。对，就是哪怕这戏审美嘛，审美，不然你不能审丑啊。好看嘛，这好看就完了。坐。过场戏啊！一枪一加成，这2个演过场戏。什么叫过场戏？这叫这是正戏，这叫穿插。什么？你滚！这叫正戏，我们才是主角，好吧？舞台监督。逼到滚！我们才是开始灵魂。开演。有一次我去 KTV，朋友给我喊了个摸摸唱，正常的。有一次我去 KTV， 现实主义。有一次我去 KTV，朋友给我喊了个摸摸唱，我全程紧张的要死，我身体都是僵硬的。他们在那儿玩骰子，我不会玩，他就陪我玩21点，还跟他的好姐妹说我俩在玩21点，还偷着嘴笑。我觉得我的尊严被一个陪酒女给践踏了。我很生气。他们都在那儿随便的摸，但我的手，我只敢放他腰上，我不敢动。怎么着呢？但是为了男人的尊严，我的手，我也开始赌气的往上摸。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我就怂了。过了一会儿，我又往上摸，他抓着我的手，趴在我的耳朵上，他轻轻地跟我说，你乖乖的好不好？听到这句话，我当时跪下来喊他妈。真的，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温柔的说过这种话。我把自己伪装的无欲无求，天性凉薄，再加上我这个个子不高，别人都以为我很坚强。但听了他这个话以后，我感受到了母爱。我操，这是傻逼！如果她不是一个陪酒女孩，该有多好！傻逼！哎，玫瑰也会有的，10块钱，你就没事儿。来，镜头转向我。我要吐槽，我不是要吐槽，我要分享一个我今天上午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今天上午刚去完牙科医院，然后大家看我的嘴说话很难受，我的上牙跟下牙连那根皮尖儿，我的嘴就像是被缝上了一样，所以我太难了。偶尔。到谁了？展开那个第4幕了啊！第4幕的演员，上场。还不是2个吗？还有一个。嗯。在那。
第4幕是谁？第4幕有3个演员。买，3个来。第4幕是混混。我操，来了，混混来了。女神。女神。和男主。带上了一个场记，不知道怎么带。这场戏我变了一个人，我是皮条客。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皮条客是看不清脸的，所以我戴口罩。老鼠杀了吧，还往这投油的。哦，谢谢。哦，我的烟呢？我是皮条客。烟，借我一支烟。妈的，想从老板这拿烟，滚！无实物。要点吗？不点了，剧场就不点了。点太专业了。这玩业余的，对吧？你不能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儿，这钱是不能退的。你总不能出尔反尔呢？啊！跟你讲啊，这客户点名要你，他我可惹不起。你要是不走，我就把你掳上车，咱们谁也不好看。这样吧，这回5-5分账。哎呀，你弄疼我了，你放手！你就不怕引来条子吗？条子，多在道上会。没有到这样说的，王导。不去大街，去你家呀？啊，有病啊！我操你！我去！哎，我操他妈的！我他妈是拉皮条的！哎，打他！他妈，狗拿耗子是吧？啊？装逼是吗？啊？你连狗都不配，你他妈就是个耗子！哎，你要不能打你傻？操你妈！起来打我！你没事吧？有事儿。你赶紧滚吧！骂得好。走，咱们走。哎呀！咋了，宝宝？走了，接客。放手！哎，不好意思了，我操，接了多少课了？怎么了？这段你自己下场，我还有戏呢。你词儿还没说呢。我没词了，有，我走了，宝宝，你有词儿。你也知道，你知道强迫我的结果对吧？大不了上次的事情，我就再来一回。我一直不知道上次发生什么事儿了。上次发生什么事儿了？上次把你开枪。哦。上次你拉一大客户，然后他不愿意去，你硬让他去，他把人懒得打了。哎呦我操！哎这。是吗？那算了。我跟你讲啊，我找 Lisa 去。你别以为你自己特别牛逼，戴上假发都认不出你们是谁。恶俗。你啊，别让我再看到你，看一次打一次。Lisa， 爸爸来了。爸爸。你是 Lisa 呀？我操！19开。原来你才是你。哎，道具有没有道具组啊？道具都没有，这无实物表演啊。对。道具呢？什么剧组啊？真的是，不想演了，耍大牌了。追求一个结果的，因为北方的一个戏剧不同于市面上的一个商业，结果就是，我以为这戏应该结果就是说。上。结果就是说，这个东西最后要过了及格线，但是现在很显然，我觉得还是没有做到。然后包括还要继续创作，或者我本身自己这个人物啊，包括我们就排练前的2-3天之前，还在去找这个妓女的一个角色，我们还在探讨，还在这个人物里在找，然后一直找到今天上台，但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就是还要继续去找。包括我这个人物就是3个角色，其实一进来就是一种强行进入的一个劫匪和一个人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家还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一起去创作，一起去磨合，就是结果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吧，就是这个戏的成立对于北风的意义很大，就是北风真正的存在和成立了，所以还是很谢谢感谢。就感觉有一点很有意思，好像有3位演员或者都会说认为就没找到那个位置。我不知道北风现在对这个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与其说你找或在谈论剧本找到，你不如直接就是那个人，或者说就因为就是我想北风还是否就还是所谓的演戏，就是说还是说你能一下就跳到那个。而且我特别不喜欢编剧刚才一开始的那句话，说我们有很多错，包括什么灯光音响啊，那个连接不好。那你比如说，对，一是本身比如说电影也是有声音先介入，画面再打开，就是它或者一些跳切技巧，这都很正常，没有说一定我有一个标准模板，完了我这样就不错，就对，问题是我放错了，或者说你认为你那么放就应该是对的，那谁又给你的这个正当性呢？就因为自己是编剧是吗？我自己觉得我放错了。他身上好像有某种光芒，温暖又纯洁。他就该是纯净的，不属于这条污秽的街道，不该在我的眼里。他不该做这种工作的。如果不在这里，他会是明星。他本该走在红毯上，对着闪光灯微笑的。可现在，没有人会珍惜他的微笑。真希望能下场大雨，把这个街道清理一下。或者某一天，当他们都集会的时候，我是说，所有人渣全都集合在街上，我就开着水泥车，把他们都压死。2遍、3遍，直到尸骨都混合在一起，直到再也听不到惨叫声。我可太想这么干了。我可能需要点家伙，在遇到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可以。如果我吃下去，你给我多少钱？做下片儿。多少？睡吧，我心爱的宝。蹦迪也是在这儿吧？睡吧，睡吧。朗诵者。这特有效果。不是，主要在舞台上。睡着之后。出起范儿了。快点睡着！我在睡觉。你的胸膛装不下嘲讽。快点睡着吧，你已分不清夜晚。好，不再悲伤，不再饥饿，不再疼痛。快点睡着！彩票会中奖，快点睡着吧，爱人会回来。好啊，好诗啊，好啊，这是李白写的吧？快点睡着吧，不会虚地所。快点睡着吧，不用自怨自艾。快点睡着吧，梦里能物尽其用。能寻回我们失去的创造力，能回到水作之前，能回到羊水里，回到受精以前。好戏，好戏！有人甚至想蒙住我们的眼，封住我们的口，按住我们的手，假装一切如常没发生过。我见过。我知道这里让淘的时候什么样子的，你现在给弄得晦暗不明的，到下了！哎呀！我操！腰闪了！
了，打120救护车，动不了了。哎呀，到哪个墓了？就这样啊？没有啊。不是到那个枪杀老板是不是？不是。哦，我的那段，哎呀，好烦呐！啊，还有段吗？我的。规则是谁定的？利用规则获利的人离规则最近。这种状况一定是他们想达到的，他们成功了，成功将我这样的人剥离了社会。我该回去了，这就是我的返程车票。我是说，人总要回归社会的，要么用金钱买几个朋友，要么用气力留下几个仇人。我刚刚查了我的银行卡余额，我发现我不干都够我花一辈子了。但是有个前提条件，我明天必须死，多活1天都不行。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穷人用不起这个。喂，我跟你说，我没有钱还给你们，大不了你们来杀了我。或者我从楼上跳下去，你们满意吗？我操你妈！他骂我。我他妈哪知道什么是对与错？我在世界上该去尝试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今天做了这件事，明天做了那件事。以我本心来讲，我觉得快乐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厌恶的就成了错。可是，总有人跟我说，让我快乐的事情是错的，让我难以分辨，仿佛错位了一样。总该有人站出来的。哪怕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也是一种贡献。没有音效。我只是不想像猪一样被圈养着活着，等待着被宰杀。我甚至觉得我还不如一头猪。猪可以吃了睡，睡了吃，什么都不用想，而我还得受人剥削。在我不知道我是哪头猪的时候，我可以像猪一样吃睡工作，什么都不用想。可我一旦知道自己最终的命运，我就该反抗。没有什么理想，就单纯的为我的利益反抗。噔噔噔噔噔噔，柴可夫斯基。一阵冷风。不急吗？有点。怎么还？
这是我吗？这该是我成为的样子吧。他们管这个叫时代的阵痛，是必要的牺牲。是达成的必经之路。脱了呀？不最后一幕了吗？可是没有，我的一生。他中途也脱了一次啊。太像找宣传点和卖点。他就暴露屁，感情到哪了？是吧？感情到哪？记住了！鲤鱼跃龙门。来吧，下一场。到哪儿了？我没有麦。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完了，封杀了。大的要来了，大的要来了。没有到大的，这是第6幕了吧？后面才是大的吧？哎，到哪儿了？不是第6幕吧？第6幕，对啊，给我，还是我的。本心来讲，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一次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我想明白了，演高手的确是影响到了我的工作，自己决定的道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这个态度你怎么不早拿出来？这个月他们都加工资了，唯独你，因为你的态度问题，我就没给你加。可是我这个月业绩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到临了的时候克扣我的工资呢？我没给你克扣工资，只是你还没有和大家成为一个集体。这个月我就先不给你加了。我目的是要让你明白，业绩不是第一位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等你什么时候做到我这个位置，你就明白了。当你的公司像一部机器一样运转的时候，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某个齿轮要朝着反方向运转，你明白吗？等你下个月拿出你的态度，让我看到你的转变，我就给你补上，这够意思了吧？明白吗？如果你拿出你的态度，让我看到你的开工吧。下个月我就大伙也都快出发了，够意思了吧？你也准备准备，把帽子戴上。开工吧，别愣着，大家也都快出发了。回来，来，过来，过来。送你包烟。这有个杯子，别人送我的，我还没来得及用呢。你先拿去，去吧。我有个事情跟您反映一下。我有个事情跟您反映。来个火！我有个事情跟您反映一下。你说。拿着没火。快递有时会破损。咱们之前不是被投诉说快递有时会破损？我知道。确实是有投诉啊，只是这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个人总是偷拆包裹，然后还骚扰女性。你说他呀？你知道。我建议把他开除，他这种行为比较恶劣，他还总是炫耀这些事情，我觉得公司里这种风气特别的不好。可是，行，我考虑一下。就玩业余的，没有专业可说。考虑一下，为什么不是直接开除了？你说过的换位思考，我都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了。你强调过的，他才是那个逆向旋转的齿轮吧？我考虑一下。可是他送的包裹的总数比你考虑一下。为什么不是直接开除？他也没要求更多的薪水。你说过的换位思考，我都站在你的角度考虑。败坏了公司的风气的恬不知耻那个逆向旋转的齿轮吧？对于一个出卖包裹的总数比你多1倍，也能要求更多的薪水啊。这种事情要权衡利弊的。我为什么要开除他？
咱们公司内部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外传。你这不就是监守自盗吗？我要说出去，你不就……感谢你为公司做的贡献，你出去随便说，看看谁知道就可以相信谁。不要外传。这不就是监守自盗吗？哎，我要说出去，你不就……感谢你为公司做的贡献。我是真相，他们不该相信我。出去随便说，看看谁相信谁。哎呀，发声明是要有条件的。我的资源多，还是你的多？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孩子，老老实实工作，省去从你起诉到你败诉这段时间，对咱们俩都好。我可不希望某天新闻上说，某公司前员工为报复捏造事实，现已被拘捕。这是个笑话。如果你出去乱说，你的正义会变成一个笑话。假的吧？哎，别，把枪放下，有话好说。你先把枪放下。他是我的老员工，我没有额外袒护他。行，他是我的老员工，我承认，我没有额外袒护他，有点关系。他是我老婆那边的，是我岳父的人，承认，我没法开除他。他跟我有点总该为家庭妥协的，对吧？我没法开除他，妥协的。他是我老婆那边的人，是我岳父的人。我明天就开除。我总该为家庭妥协的，可以吗？对吧？我总该妥协的。咱们还得继续生活，咱们还得继续够了，我明天就开除他。或许咱们还得继续生活，咱们还得继续活着。或许我的思想在子弹，只有这个来挺奇怪的，你才能或许重视我的自尊在我的手里。真的，或许我重视。思想在子弹这件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只有这我相信你也不会说出去的，对吧？我是信任你的，只要你放下手里的家伙。你还是没我没明白什么，我早该将我的思想注入到你的脑子里去了。我相信你也不会说出去的，对吧？我对人生毫无意义。我是信任你的，我或许只要你放下手里的家伙。如果我们两个人决赛，我没明白什么，我早该将我的思想注入到你的脑子里去了。你还有人生，你还有剩下的日子，你会好起来。或许下辈子你能明白。我会帮你。我们两个人决策会把所有的资源都跟你分享。我会教你知识。你会什么？你还有人生，你还有剩下的日子，你会好起来的。我会帮你，我会帮你，我会教你，我会把所有的资源都跟你分享。好日子还在后，教你知识。我还会，你会什么？你会把钱分给我。你会把钱会成为你这样给穷人，我也不会怜悯。哪有穷人呢？你哪儿穷了？你这样会毁了你的人生的，好日子还在后边呢。经济高速发展，哪来的穷人？哪来的穷人？你会把钱分给穷人？哪有穷人？你哪儿穷了？哪儿来的穷人？哪儿来的穷人？经济高速发展，哪儿来的穷人？经济高速发展，哪儿来的穷人？哪儿他妈来的穷人？打电话来了。这个怎么演真没有蹦迪啊！哎，这是要蹦迪吗？蹦迪要放进去吗？没有，好干啊！蹦不了，干蹦，干蹦，心中有曲儿自然拍。行，那来吧。蹦迪是我们最大的耐心，你要放进去。不放，就是减一点点。你是端庄的啊，我知道端庄的。到时候我就进。来，我最喜欢的戏份来了。已经开始了。不，这个不是等他。
2、3、4、5、6、7、8，2、3、4、5、6、7、8、3、2、3、4、5、6、7、8、4。累了，不能动了，我要休息。好像是看什么窜天猴？那个左边画一条。哦，对对对，左边画一条龙，右手画一条虫子，怎么唱？不知道怎么唱。今晚别睡太死。为啥？为什么？右边画一条彩虹。大的要来了。大的代表什么？我不好说。我操！我只知道我们在等待大的。啊！我找一首曲子。你确定要在这儿等吗？他让我在这儿等。大的什么时候来？什么？这是哪里？公司还是学校？哪里的学校呢？或许是城里的。没看到学生。这里像个学校。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像啊？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咱们别聊政治了，这部戏已经够烂的了。你说的，又是方向又是道路，我只知道2条路，向左向右。问题是，大的该来了。他又没说准来，万一他不来呢？咱们明天再来，然后后天再来。他老这样，问题是，我一定要等到他来为止。行。我要学廖凡的舞蹈，来，来。男女主的戏啊！我操，我们这是过场戏，你来过场戏。耍大牌嘛，耍大牌嘛，耍大牌嘛。来，那个烟。成。来，下一个麦。烟。麦给谁？麦给谁？烟给那谁了？哎，给那谁扔了？这。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啥来着，那个打火机有吗？哦，我靠没了。快，谁给我一支烟？哦 ，OK， 我们有了。突然想到一个那个叫谁来着 ？Showmaker 的那个表情。我们推到幕后。椅子呢？来，麦。咱的冠军脸。冠军脸。哎呀。调暗点。还有一个两个麦都放过去。你爸你挪。我以为你可能更贵，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人，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有经纪人包装一下的话，你能得到更多的钱。你相信我。我是说，我有点不想让你为我打折，我想让你一视同仁，真的。出来聊天是额外的价格，这跟常规的服务是不一样的。开始我还担心我会不会有危险，可是我觉得你不该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来了。一般不该跟客人说这么多的。你是冷酷的，我是说，跟你同样职业的女孩眼睛里都是谄媚。但是我有种感觉啊，你是不屑于沉浸在金钱中的，你有别的企图。什么企图？就像封闭在岩层中的钻石，就像沉浸在泥沙中的珍珠，堕落、放肆自己、释放欲望，可能就是为了等待一个人，一个愿意挖掘你的人，
一个愿意穿破一切污浊，带你脱离苦海的人。不对，我做什么是我的自由。徐好，什么？着火了，着火了！哎呦，可不敢，你放火，你往窗帘上扔，你放火烧剧场你啊！小插曲，继续，没事儿。我忘词了。被吓了。我早就没了希望，我只是想在我老去之前，赚够我下半辈子的吐司钱。我想，不必挨饿，才是现在大多数人的愿望。让我来负责你下半辈子的吐司钱，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不会让你挨饿。哎，这里其实我是写了人物小传的，我专门给他写了一段人物小传。来吧，你别跟我说，你对镜头说。我专门写了一段人物小传，我要拿手机读一下。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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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廖凡怎么跳舞来着？我在排戏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点，就是在这里。他不过是个疲惫又穷酸的男人，但他在我眼中是可爱的。疲惫又穷酸。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肯定不会让你挨饿。我是如此期盼听到这句话，然而这世界上我遇到的男人，竟没有一人对我如此诉说。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心萌动了一种柔软又积极的力量。这与我躺在那群自以为是的男人怀里入睡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就这样。你怎么？就这样，我改变主意了。怎么样？我想过了，我想那样做，可是我又后悔了。听说杀手都会把第一个弹壳作为收藏，你也有吗？有啊。哎，我们是不是跳了几段啊？那个鲁莽的小孩那段都没了呢。让我来负责你下半辈子的吐司钱，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不会让你挨饿。我的随口比喻就能被你拿来发誓？你就这么轻易的给女人承诺吗？我不想有一天发现你我发的誓都是谎言，然后不欢而散。到时候你我连像这样在一块抽烟都做不到。我想我大概会喜欢一个充满勇气的男人，而不是一个谎话连篇的鲁莽的小男孩。可没关系，继续吧。继续吧。操，我这也没枪啊。听说杀手都会把第一颗弹壳作为收藏，你也有吗？有啊。应该用了一发。1、2、3、4、5、6、7、8、9、10、11、12。1、2、3、4、5。子弹发射过后的火药味是难以抹除的。这是一把新枪，我肯定是用过的。你真的开过枪吗？咔！枪呢？没枪啊，就没枪。唉。
然后是那个你俩的，对吧？去个黄，帮我保存一下，我觉得一会儿还用得着吗？用不着。我刚才烟头靠自己袜子烫个洞。啊？烫了个洞。你啥时候烫着的？就刚滴烟灰。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街头的。就很符合。再来点，再来点。这个摘下来。哦。道具老师，道具老师。要。我的衣服都被烫了。好。哎，你之前是怎么表白的？就是说，跟你那些前女友。我觉得，只要不自说自话、自以为是，一般女孩是不愿意去拆穿你的谎言的。所以呢？所以某些人呀，总喜欢把那些普通又自信的情话一股脑的导给人家，像导管一样，跟泰迪似的，其实挺傻逼的。不是最近一次总记得吧？就是那个满身香味儿的女孩。哦，我们从陌生到熟悉，只用了2个小时。我迫不及待的想跟她开房，但是我发现，我不行了。喝大了是这样？我没大，我特别的清醒。我看着她躺在床上的样子，唾手可得，可我就是不行了。对，男主。你的意思是，他在你面前，你没有欲望是吗？不是，我的欲望熊熊燃烧。我像是一条被嘎了懒子的狗。我在厕所待了很久，可是他就是硬不起来。后来我跑了，头也没回。有些人那么在这部戏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正规的戏剧的话，现在好像确实是快节奏。当有人说21天都足够长的时候，其实我挺惊讶的，因为在10几年前我们排话剧的时候，一般是3个月起，那么如果是6个月也是很合理的。那看来显然现在是一个快节奏时代，也就是说排练3天甚至21天大家都能接受，那这就是我的思想确实是退化了。这个我想问一下，是对于这个戏的标准？这个戏标准这么低吗？不是就是因为那些大戏它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其实这个戏，如果你把它当做莎士比亚的话，你也可以去这样磨。那么它早期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经过我们的深入考虑之后，所以才有大量的变化。那么如果有再多的时间再去思考的话，然后所有演员的风格进行一个大的统一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是确实只有21天。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戏剧应该怎么发展啊。而有些人总能在这时候抓住机会，可我不是。这是先天的。凭什么呢？凭出身。有些人生来就没有这样的命，机会转瞬即逝，格局呀，也就到这儿了。所以说，我要换一份新的工作了。不在这儿干了，可喜可贺。你这也不请客唱个 KTV 呀？还唱 KTV， 跟你唱没意思。老实说呀，我很讨厌现在这份工作，无时无的存在，被呼来喝去的，而且啊，贼烦。我跟你讲啊，这儿这个老板，以前就是我们厂里干活的，在我们那儿混不下去了，才来到城里的。要不是我叔给他介绍这个工作，他现在呀还在流水线上干活呢。最终呢，他会找个女工结婚，日子呀会过得幸福又平稳。只可惜，他一辈子，他也摸不到高级轿车。我认识一个人，他每天都能摸，他是个洗车的。哎呀，反正呀，咱俩明天就不会再见面了。希望
你不会想我。我不想你，你那些女客户得想死你了。其实我也没要到过几个联系方式，我就像条狗一样，就追着跑了。到底追了个啥也不知道，为什么追也不知道。哟，这傻逼什么时候来的？假装有一个手铐，假装我戴上它。我假装看到了他这个手铐，然后呢，我假装捡起来，给我自己铐上，然后我要走在这里，然后呢，我要等他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跟我对视3秒钟，叙述性表演，云台戏。然后我要举起我的手铐，微笑着看着男主，我胜利了 ，Victory。然后我就要拜拜了，我要领盒饭了。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他手脚不干净。你看，被抓起来了吧？哎，他还说他享福去了，也是，监狱也挺好，为广大妇女除了个祸害，挺好。哎，我以为你跟他挺熟的呢。哎，我跟你说话呢，哥们儿。哎，傻逼，操！不要走，我没有去。你在那穿的衣服。不是。Cheers。你是穿的单裤。哎呦，起不来了。真穿单裤。不冷吗？怕我得老寒腿，不能，怕我得老寒腿，我再买。喂，萨利，我知道是你。我没有换手机号。我没有换手机号。没想到你也没换。最近有点失望。我没有成为我想要的样子。还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这招玩过了。我没几个朋友，你知道。不，你知道，我跟你说过。那你就是忘了。这是什么行为？说来也不怕你笑话。你才是离我的心最近的那个人。你看你还是笑话我了。也罢。这世上哪有真正理解别人内心的人？我现在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以前我总抱怨你不给我反馈，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我总抱怨你不愿给我反馈，不愿搭理我。我现在明白了，我后悔了。你男朋友问你谁打的电话？你明天下午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这是什么？
你男朋友问你谁打的电话，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嘟嘟嘟，电话的那头传来一阵忙音。领导对我还不错。领导对我还不错，让我在家整理思绪，说是要留着我的岗位，让我在家整理思绪。等到我明白的那天，想明白了再说。他说，等到我想明白的那天，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上头条什么的也别想了。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做不到能出人头地，一辈子也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的名字。我想做一名社会学家。之前设计的采访台词和演讲稿也用不上了。我不想让我的工作，我想做一名社会学家，好让我的思考能够派上用场。我不想让我的工作只是单纯的机械重复。不是，我吃，然后刚才演戏的时候掉了烟灰汤。我做了这么多，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重复着无业游民的日子。但是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看着我的老板继续吸收资本，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就是他的白衬衫也让我很气愤。如果我努力维护的正义、拼命寻找的真实都化为了泡影，那这个世道还能有什么改变？还能有什么改变？请问有火吗？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以为不会有人能找到我，我以为不会。楼道里很安静。楼道里很安静。我不想有人打扰我们。你。我来找你叙叙旧。我来找你叙叙旧。如果你介意的话，我现在可以离开。我们只见过两面，何来的旧呢？或许一次不够让两人相互了解，但是2次3次就能无话不谈。我喜欢用身体让男孩子们了解我。你平时也是这么对你的客户们吗？哎，如果这是售后服务的话，你可以走了。我们还没达成实际的交易。你可以回去了。你还是处男啊！我不喜欢床榻上的爱情。难道肉欲才是爱情的答案吗？但是我也是做过的。你要是想以此来讥讽我，你走吧，走。你走吧，你走。你要跟我一起走吗？你要离开这里了。你说的对。我是说，你已经厌倦了你的生活方式了吗？你说的对。或许我已经受够了那些廉价的爱，也受够了被当作宣泄对象。也许你在这里达成了你的理想，放弃了也无所谓。只要你想离开，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了断的。一个男人不是死在理想的终点，就是死在实现理想的路上。你是个浪漫的人。不，我讨厌浪漫主义。他们总是想着用自我情感来解决问题。我不是，我是一个绝对追求这个世界真实的人。我也希望所有人跟我一样，看到这个世界的虚假。
可是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发现真相，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让他们自己去揭穿虚假，然后为真相去奔波、去呼吁，而不是冷眼旁观。你说的对，只不过你是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你把逃避现实当作理想主义的话，你要去哪儿呢？我是一座孤岛，海洋会流向何处？什么？在乡下，有个无主的小房子和一片荒废的农田。我想，我会跟一个把我当作全世界的男人住在一起。我需要重新整理一下我自己，你会等我吗？我有说过是你吗？不好意思，笑场了。你笑什么？太长了这段戏。挺好，挺好，挺好。说过是你吗？卡了。这段戏删掉。对，这段戏不能外传，外传了要加价的。然后是哪段？哦，该我的警察同事了。去吧。好。嘿。怎么气氛突然变得凝重？来吧，来吧，来吧。现在几点了10点10分。这事儿算了了，记得把报告给我。为了这把枪，还麻烦您来一趟。这小子真的是魔怔了。他挺正常的，只不过大家都不是理想主义者，才显得他很可笑。他让我想到了你。我跟他可不一样，我家里门上没那么多把锁，而且我就2把钥匙，一把还在你身边。那次我看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打开门进卧室一看，你和你马子像阔鱼一样在床上纠缠着，我恨不得把我眼珠子挖下来。总之，我们不该把观众牵扯进来，就算调查他，也应该等到行动结束以后。你刚来警队那一年，制服都是笔挺的，你像个愣头青。是，当时局里乱得很，要不是局长落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后来还是被你检举了，你才成了组长，才摊上你这趟浑水。没错，换作是他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会站在检察院门口，用手里的汗把文件湿透，然后打道回府。这代表什么呢？你们都想去维护些什么？无论是自身的权益还是正义。你是个行动派，会先做，而他会先想。您这是在嘲笑我鲁莽，我可听出来了。你从小家庭稳固，上了警察学院，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他像只老鼠，住在下水道里，被庞大的污水系统吓破了胆，爬不上来，嘴里还咒骂着哪个四全家的挖这么深。这就是他，
他不配看到这个世界。那他算不算人呢？今天先记我账上吧，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我要看到你的报告。那你今晚不去我家了？不了。好，我也感觉到了您最近的爱好有点变化。说来很可悲，他是个异地患者，不能勃起。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现实的伤害，他的大脑会触发某种保护机制，把自己的春宵一刻不完。触发某种保护机制，把自己的春宵一刻不完。他太实在是太可不，他可能是一位反修正主义者，心怀着躁动与不安，但却什么都没有。没有天赋，没有才华，勇气只有一点点。在这个充斥着不公平的世界，你让他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一起问啊，你觉得这戏演得好吗？太烂了，什么玩意儿啊！但是还挺喜欢的。我就喜欢烂戏，因为我是个烂人。那什么是好戏呢？没有好戏，我没看过好戏。烂人看烂戏，好人看好戏。太好了，我太喜欢了，我的天啊！我看到《平行世界》，我就看到了我妈妈一样，太温暖了，真的，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个戏。我问你几个问题啊。您说吧。你会为了你的理想付出一切吗？我会的。会是吧？那你收入怎么样？谈钱都死我。这个是不太好透露是吧？那个撸管什么的，最近有在做吗？还行吧。还行是吗？还行。那个你，假如让你去嫖娼，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身材好。什么样的服务呢？有什么样的服务？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OK。这个，您是理想主义者吗？我觉得我是。是吗？我太是了。我觉得我是。
那一块搓。我冲哪个说？你拍他。拍他呀！冲俩镜头说呢。我觉得我于后人。我觉得。我说什么呀？楚理雪。我是。徐锦江。江海柱。我觉得我是。还有我们的2位幕后创作者。没录上。九人豪。不是，短片自动停止，它有个那个。你再按一下。好，果然没录上。哦，西吧！再来，接着弄，快，对，很对，太对了，来，我，来，好，你是理想主义者吗？我觉得我是。然后我们就那个进入到点后谈环节，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如果大家赶时间的话，也可以先离场也可以，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开始交流了。哎呀，大家有什么想法？然后最后那个，当然这个很快啊，这个2分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要脱光吗？我太老了，我不想脱，而且这段是保留戏份，你剪在预告片里就没有惊喜了。啊，行，那就留到1月1号。行。你关于脱不脱光这个事儿，我想，就是1月1号那天看情况，可以脱也可以不脱。然后演员也都在场，然后编剧也在场。行，要是我觉得气氛合适的话，可以讨论这件事。牛逼！不是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到时候看情况吧。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大家来到这个空间了，可以看一点不一样的。对啊，必须得看点不一样。可以。我又觉得气氛合适，然后我又特别上头。编剧牛逼。可以，露一露。又觉得不太合适的话，就感觉当时你觉得对了，你就来。不对，我就能穿个衣服。往政治方面去开的。没有开啊。看你自己感觉。没有讲政治。我随时可以说吗？行啊，没问题，随时说。哎，这还给你。那你别录了。但你不觉得有一点生硬和幼稚吗？对啊。我那，给我们还是文豪。小谁？文豪在那儿的谁？你也单身吗？结局那块儿单身吗？我平安夜我我就问你单不单身？你单身还没有找到合理的，有点虚，他有点虚。对。是吧？是有备胎吧？你对什么？